们现在上了邮轮上面了，阿拉斯加的邮轮哦，搭乘的这个邮轮是91000吨，1000多个房间。你说它很大吗？And once again, ladies and gentlemen, a very good evening to all of our guests on board. This is Steve, your cruise director. 很多人常常会认为说，邮轮啊一定要大，要非常大，不大不豪华，不大不够气派，不大就是不值得，根本这是错误的观念哦。邮轮有分很多种，像冰河邮轮，只要去走冰河的邮轮，它不能大，因为冰河不大，吃水不深，你怎么大？你大，你根本就进不了这个冰河，你根本就进不了邮轮。所以呢，很多人的传统观念呢，也认为讲邮轮一定要大架做豪华的。其实，对欧洲人、对美国人来讲，邮轮是一种享受，但是因享受邮轮的啥？因享受邮轮晒日头，踮日头下骹看册，看这自然的风景，因的感受就是去体验这个大自然带给你的感觉。跟亚洲的邮轮不一样，亚洲的邮轮哇，这个叮叮当当啊，这个节目排得琳琅满目啦，要热情，要舞动，要动感呢。所以你说哪一个好？没有哪一个好，玩起来感觉不一样。个人就蛮喜欢像这种邮轮，这种邮轮的感受是什么？就跟欧洲地中海邮轮啊，加拿大的阿拉斯加的这一艘邮轮啊也是一样啊。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它的特色是呢，这种邮轮呢，你在乘坐它的时候，它不是整天都关在邮轮去享受邮轮的设备。这种邮轮呢，它不大烧，因为它为了要进冰河看风景，所以这种邮轮它的景色之旅非常的重要，它几乎每天一个点，每天一个航程，就是等于讲你今仔这过港，你到一个点会使行，你会行5-6点钟，你去上船，伊去继续行，去行到下一个景点，而且伊停的港口全部拢是一寡较特殊的港口，这港口呢看的拢是什么有特色的风景的野生动物的，这就是我喜欢阿拉斯加邮轮最大的地方啊。那而且呢，再加上它深入到这些冰河峡湾里面去看这些景色，哇，这很难啊！你开车要走到这么深入的地方，真不简单啊！所以我才会刚才特别的讲了，说我们在坐邮轮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你这一艘邮轮的主题是什么，一天一个航点，对不对？不是从头到尾都坐在邮轮，想享受邮轮又想要看风景的人，阿拉斯加的邮轮非常非常适合。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去看什么？冰原。那船只就开在海上，沿路上面的景色很多。哎，你说这种邮轮多棒啊！在这个季节来，秋季来啊，鲸鱼、海豚、极光，然后呢停靠点看什么？看冰原。
再来呢，下船做什么？每天都有下船啊，几乎每天都有下船啊。下船做什么？下船呢，去健行，去走这些森林步道，去看野生动物，去看野生的熊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我一直觉得哇，阿拉斯加原来啊，在秋季啊是这么的棒。而且呢，我非常的建议也提倡大家来坐冰河游轮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去这个享受呢这个比较好的舱等，就是什么阳台舱等等之类的，真的哈。多棒啊！旁边的窗户是海景，地理上啊又挖了一个这种景观窗啊，你就是呢你抬头一看，可以看到海景。你其实不想看的头一低，你还是看到海景啊。无论如何，就是一直让你看到海景啊。还有冰块流下来的，是像啊，在冰角的车开来落冰角，不是哦，是因为什么？哈勃冰河一定会搞啊！哈勃冰河的震撼，你也一定要亲自来看看，你才会感受得到哦。你看看呢，沿路快靠近哈勃冰河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到最靠近的时候，那个风多大！然后呢，快靠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冰河的壮观啊！为什么？沿路上这个山景太美，真的太美。你光坐在阳台那边看景色，你都觉得很美，而且呢，一块一块的冰一直流过来，哎呦，你看看啊，当然不到破冰啊，不到破冰船的情况，但是这样的景象呢，足以呢让我们兴奋莫名啊。光待在这个阳台就可以待这个最上面的上面的舱等啊，我们就可以待上啊甲板上啊，待上3-4个钟头都跑不掉。越靠近它是越兴奋的啊！而且呢，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啊？哈勃冰河它也带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哦。阿拉斯加的游轮最吸引的地方莫过于欣赏美丽的冰河了，而且呢，不一样的航程、不一样的船只、不一样的季节走向的冰河区也不尽相同。这些不同的冰河区的景致呢，都给你不一样的感受。哈勃冰河。它绰号叫做舞动的冰河，在1890年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创始人 Hebert， 他用他的名字来去命名的。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开始在接近这一块庞大的大陆冰河，轰入来入讨吼。
北美大陆上最大的潮汐冰河比哪里？比罗尔德岛还要大上25%啊！哈勃冰河源自于76英里以外的育空山脉。那76英里啊，是多少呢？大约是121公里左右啊，从那边流过来的，进推超过100年。Glacier actually stretching 76 miles. 那这个呢，已经推进，一直推，从育空山脉推过来呢，将近有100年。你看哦，我们现在呢就走在这个甲板上面啊，很多人呢就在这甲板上面呢，很快乐的在看着这个冰河，有看到吗？啊，它推进的速度呢，比所有的冰河都还要快上许多，而且呢，从1986年到2002年，借由挤压推挤，把它推到海底的冰河沉积物啊，所以冷到2次封闭入口35英里长的罗素峡湾，变成了暂时呢，把这个峡湾呢东开来，把峡湾里面的海呢通往大海的变成了一个湖泊。成为冰湖之后呢，水位上升，盐分降低，对当地的生物及生态都造成了威胁。所以它曾经2次性的封闭，暂时性的封闭，把这个出海口呢把它挡了起来啊。你看看这个冰河有多大就好了啊。那游轮进入了雅库塔特湾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看到这个惊人壮阔的哈勃冰河。那游轮呢也到哈勃冰河前面呢来一个转弯啊，开到一条景，在转弯的时候那个风势其实就很大了啊。所以你看看呢，等一下你会看到大拉沙就全部都站在那边那头发吹的真的不得了。哈勃冰河宽大概有这个6.5英里啊，400英尺高，相当于什么30层楼到40层楼这么高的建筑。当这个船只呢越来越靠近的时候，你会惊叹这个巨型建筑物的冰墙啊这么大，像雷一般打雷的声音的崩裂啊，轰一声的坠入海里啊。这样子的景色，你一生当中能有几次有那个荣幸，有那个机会来看到？啊，这个是我自己啦啊，那这个戴了耳机啊，顺便听听鹿的声音啊。而在哈勃冰河冰川的附近，也是著名的野生动物的天堂。在这里呢，鲸鱼每天都看得到，浮冰的海豹，对不对啊？岸边的棕熊。秋季棕熊还在啊，然后呢，鹿啊、黑尾鹿啊，各式各样的海鸟都看得到。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阿拉斯加的游轮，在秋季之旅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动物啊，尤其是这些动物呢，快过冬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秋季的时候呢，也眼架熊拢眼架包括了鲑鱼、回流拢是这个时阵，所以那个时阵，棕熊呢到处俩一样吃好家里一口。做大口啊那样，准备好冬眠，准备好过冬。而这一次主要的主角，也就是哈勃冰河，领海宽约10公里左右，平均的高度30层楼以上，是少数到目前还在长大的冰河。虽然我觉得现在的气候变迁，但是每当我有那个荣幸来到这个地方，把这些美景摄影给所有人看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感动到差点眼泪掉下来。
冰还是流了过来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们又称为白色雷鸣啊，雷的声音啊，因为什么？冰川入海会发出很巨大的声响。你看这个风。这里的山绵延不绝，山坡上的一条条的冰川倾泻而下。希望呢，看了之后呢，很多人都会想来。这里有很多的国家公园，你知道这些国家公园没路会在长告家来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保护区靠的就是海上的游轮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到这一些比较天然环境的地方，让所有人去了解野生动物。世界景色的美丽啊，让你更懂得去保存、去爱护这个地球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哈勃冰川，那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沼气冰川。在这个冰川上面呢，可以后面的冰河，那漂亮。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边，来这边玩啊，来这边看看。OK。来邮轮旅游，总是会有那么一餐、那么两餐是要穿上正式服装来用餐的。有的人不习惯，有的人呢就觉得很开心呢。我个人也觉得蛮开心的，因为穿上正式服装的机会也不多，往往都是有重大的宴会的时候呢，我们才会穿上。所以坐邮轮都会有这么一餐，是需要穿上隆重礼服的。就在这一天，看着刚刚那个海景，看那么大的玻璃窗。落地窗看着这个海，坐在这个船上，享用美景加美食的特色晚宴餐。用完餐，当然就要来看一场秀喽。
邮轮是一个让我回来还会再想念的旅游方式啊。重点并不是我个人喜欢享受邮轮上面所有的设备啊，也不是想要我没像老外啊这么休闲啊，这么轻松的雅致啊，喜欢躺在邮轮上面晒太阳啊。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，喜欢比如说订一家很好的饭店，就在那个饭店住上个2-3天、3-4天都不出门，就享受那个饭店的设施。也有很多人喜欢坐的邮轮，最豪华的邮轮啊，到世界各地去旅游。对我来讲，我还好啊，我喜欢这一种比较有主题的、比较有特色的邮轮。这种邮轮呢，它的好处就是既可以玩，又可以休闲，又可以到达普通时候到不了的景点。这就是为何我很喜欢这一种旅游式的主题邮轮，因为它可以让我得到跟一般陆地上旅游行程不一样的东西。OK， 讲过哈，阿拉斯加邮轮真赞啊，赞的对哈。这个邮轮啊，是风景大于一切，重于一切，不管是日落啦，还有呢金鱼点啦，还有呢海豚啦，再来就是沿路它那种峡湾景色哈，完全不一样哈，完全不一样。那有的人喜欢的是什么？有的人喜欢是像加勒比海形式的那种邮轮啊，上去享受的，那个整个氛围走向的是截然不同的哦。加勒比海有全世界最豪华、最大的邮轮啊，那亚洲邮轮更不用讲了。亚洲邮轮大部分大家上去吃喝喝玩玩哦，很远，所以每一个邮轮都有不同的主题啊，这个我们大家要了解啊。那不同的主题的邮轮呢，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、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回忆啊。没有一艘邮轮是绝对不好或者是很好，而是不同主题的邮轮，你如何去选择？你要的是什么？了解邮轮过程当中它所带来的主题，当你去旅游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、